迎回到聊聊人类图。今天要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就是我们要来聊人类图里面每一个行星位置代表的意义。首先，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集，我们会引用人类图创办人传讯者 Ra 的观点，以及人类图里面区分的科学这本书中对于各个行星的解释，然后做成一系列的影片，跟大家来探讨每一个行星在人类图代表的意义，跟对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影响。要先提醒大家，先回过头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因为在这里面呢，我都有提到所谓的设计水晶跟个性水晶的差异。那设计水晶跟个性水晶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类图的设计，所以你会在人类图上面看到的行星符号是有两排的。个性水晶层面是黑色的行星符号，每一个行星符号它会有对应被启动的闸门跟爻。那红色的部分呢，就是设计水晶身体意识的层面，它一样也有各个行星符号跟它对应被启动的闸门跟爻。在 IHDS 的公开音档里面 Ra 曾经有针对每一个行星有做了一个公开音档，跟大家说明他对于这些行星意义的见解。那这个系列呢，我其实在我个人网站有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影片，放在我的人类图观测站这个频道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听 Ra 的原本的说法，也可以点击资讯栏里面的连结，然后去人类图观测站听完这些所有的音档。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要先说一下，因为这个行星系列是由我们的频道会员许愿得来的主题，就是频道会员有蛮多人都希望我就是把所有的行星讲过一遍，所以依照惯例，如果你想要收看完整的进阶的相关的人类图知识的话，就请你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每个月只要60元，你就可以加入人类图共学社这个级别，可以收看到最完整的系列影片哦。第一个我们来到的就是太阳，这个跟占星里面的太阳星座是一样的。那太阳在人类图里面呢，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核心能量跟我们的人生使命，也是我们这辈子最想要去的地方。太阳这一个能量呢，它是跟地球这个能量是要一起看的。在人生角色这个影片里面也有提到说，太阳跟地球就是决定了你的人生角色组成。那人生角色占你70%的人格特质的特征，所以你的太阳跟地球启动了什么闸门，其实也就是你最彰显于外，大家最容易第一眼看见跟认识你的这一个人格特质。所以太阳它代表的就会是父亲的原型，也是我们向往要去经历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地球它代表的是母亲的原型，它虽然是一个较为阴性的力量，可是它也是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之点。那接下来呢，就是月亮。月亮星座呢，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月亮它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卫星，所以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其实地球上很难会有生命的形成。所以月亮可以说是当我们人类接收到太阳的讯息之后，要如何把它化为一个驱动力去执行的一个方向。下面这两组也是要一起看，就是南焦点跟北焦点。我们先从下面的南焦点来看，因为南焦点代表的是我们大概0岁到进入天王星对分，就大概是40几岁的这个时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人生舞台会出现的人事物跟大致的氛围。那等到你进入天王星对分，大概到40出头岁的时候呢，你的人生舞台就会转换到了北焦点。那北焦点也代表的就是你的人生已经脱离了南焦点的这一个磨练期、学习期，已
经到了比较成熟跟超然的这一个人生旅程的阶段。下一个是水星，水星的部分呢，它代表的就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沟通的方式，那它也代表的是一种人类意识扩张的意念。下一个是金星，它代表的是价值观，那它也代表了爱跟美的能量，所以呢，它也会影响每一个人被启动的闸门不同，他是如何去处理对于亲密关系啊，然后对于他欣赏的事物，甚至是他看待这个世界上一切跟价值有关的事物，他的判断的标准。来到了火星是不成熟的能量。但这个不成熟的能量，它并不是永远都不成熟，它是有一天经过淬炼之后，你可能到了30-40岁，火星的特质跟火星的能量就会逐渐的成熟。来到了木星，它象征的是法律与保护。在 Ra 的描述里面呢，它会定义为木星是除了太阳以外影响人类最大的一个星体，因为木星它代表的是宇宙法则整体运作的一个大的机制在背后去运行，所以呢，如果你的木星启动了那一个闸门，它就象征的是属于你的一个法律跟保护。来到土星，它代表的是纪律与仲裁者。其实它是一个维护纪律的一个能量，也是一个规范。所以在你的人类图中，土星的位置代表的就是你要如何去处理你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每一个人在世界上行走都一定会有一些业力会产生嘛，所以土星启动的闸门就会代表的是你是如何去处理这一些因果关系。天王星代表不寻常，也同时代表了混乱与秩序。其实我们现在人类的物种的主要的守护星就是天王星。在1781年天王星被科学家探测到之后，我们人类的守护星就由土星变成了天王星，所以我们的寿命也延长到了天王星的周期84年的这样的平均寿命。同时天王星它也代表了我们的3个历程，就是主观的少年、客观的中年跟超然的老年。海王星是一个伟大的指导者，它在人类图里面代表的是幻想与灵性的能量。在海王星的议题上面，其实它就像是遮盖了一个神秘的面纱，它就是一个这么神秘、这么难以被人理解的，如同我们在追求灵性的觉醒一样的一个伟大的指导者。最后是冥王星，它代表的是真实与转换。其实冥王星它可以带来的是重生的力量，但是这一个重生的机会必须要在黑暗中探索，它也是能够将你的潜意识显化为真实，然后让你直接去面对你的潜在的意念的这一个行星的能量。以上就是简单的介绍每一个行星在人类图里面代表的意义。那我这边要再次说明，人类图的星座跟传统的占星术或是现代的占星术的意义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人类图只是用行星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带来的印记，去解读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球前，太阳给你的讯息是什么。所以在人类图中，行星的位置更加影响到的是每一个人的能量表现，以及你的 DNA 是如何运作的。每一个人启动的闸门都不一样，坐落在不同的行星位置，所以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在未来的集数里面呢，会开始探讨每一个行星的意义，以及它在古希腊神话里面的位置跟故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也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聊人类图，下次再见，拜拜。